其实我觉得一切的开端就在于不应该问她有没有男朋友，因为有些人她就是跟她男朋友的相处觉得有点乏味了，要讲好说我们2个人界限到哪，讲清楚就好了。真的约出去抠到手心就不行，妹妹。可以抠手心，那为什么不行？不能抠屁眼，可以抠屁眼，但不能抠手心。啊，那可以。可以抠屁眼，不能抠手心。你知道你男友那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有发生事情吗？当事人就一脸茫然说：“我完全不知道。”那天他来找我，然后我们就不小心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我是多拉女神。怎么选？这是企鹅第一次最突然的。今天我们要拍的主题是恋爱诊疗室，我们要理你们，因为你们2个太难控制了。继上次渣男史，网友都说多拉的三观很正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出一个恋爱诊疗室，所以我们看到底我们的见解跟多拉女神的感觉有没有一样呢？我跟你讲，像我就是已经成仙成神了，爱情对我来说已经是另外一个观点，上帝视角不再是第三人称视角，我是上帝视角，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了。然后我今天就询问了几个网友，然后他们有大概是call in了一下，然后有打给我call in，对，他有call in进来，真的有打给你？对呀，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啊。天哪，你这个很加分哎，就代表你会跟粉丝聊。要啊，这是要的啊。你怎么都不打给我？你都不接，你都在。又来，又来。桃园雨的故事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说桃园雨，那就叫雨，这个不用特别探讨。听着陶渊明，有人叫陶渊明。停！不要再接了，这都写不进去。好，再一次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朋友，认识很久，喜欢了他2年之久。这段期间呢，告白好几次，但是那个朋友都拒绝。你去喜欢别人，我们之间不可能。然后看哪里？他还是一直喜欢着他，就这样陪着他度过了2年。这段期间，他也遇到很多有兴趣的对象啊，但是过一阵子就不了了之。只要有那个朋友在，他就一直待在他身边，陪他度过什么心灵疾病的治愈啊，跟家人出柜、创业的失败、大众长辈的趣事，大大小小事情都陪在他身边。天哪，真的是好朋友哎！就算他身材走样，都在他身边不离不弃。是我觉得他写反了，怎么会是身材走样在创业失败、家中长辈趣事？对呀，接在后面，对呀，捅一刀。所以他最在意的是他的身材，他觉得创业失败没关系，但我身材怎样？我们都还没整2就在吐槽人家。这个逻辑他蛮特别的，我没有说他不对。他们当好朋友已经10几年、20年了嘛，很久。然后他就很担心，如果鱼这样的模式可以持续多久？但是鱼也说他不想要绑住他，也不想要失去他。他想问的是，我们觉得鱼对那个朋友是爱情还是友情呢？到底该不该在一起？能不能给他建议，帮帮他？怎么了？这个故事冗长，我需要整理一下。我直接讲重点。假设我们3个人，我跟多拉非常的好，但是我很想要跟多拉在一起，但是多拉说我们被他当情人，对，我们只能当好朋友，只能一直当朋友。但是我就一直想要跟多拉在一起，但是多拉就是一直拒绝。然后后来我就努力找了很多人啊，杰西啊、James 啊什么人啊，但是都不适合我，就这样。他就问说，多拉陪了我过了这么多事情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我觉得那这样就是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。我也觉得继续维持就好了。对啊，这样不是很快乐？因为你们的相处的模式其实就已经是这个样子，你们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了，然后你非常喜欢这个相处模式，就只差说没有在一起了，就差那个名分，就差那个名分真的不重要。对，一定要 care 说你们是情侣关系，那就是真的把自己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了。因为其实很多到最后，就算是情侣，他们最后也是老夫老妻，就是大家也是在生活上有个照应，在那个互相工作上有个对有个伴这样子，真的不用强迫，都已经那么久了，真的没。而且你们2个人如果这样子互相扶持，非常的 OK， 然后2个人又可以类似，你真的刚好有一个非常喜欢、有点感觉的对象，他也有一点感觉的，那你们就先出去走走、看看。那大家真的不适合你们回来，又是在没关系，对啊，可以当好朋友啊。这个是变相的开放式关系，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在一起，没有吗？不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广义式的开放式。超友谊关系，超友谊关系，你真的是上帝视角哎，好多定义哦。他算给他玩了吧？就继续维持下去，继续维持好，这重点。真的不要在意名分，对，感觉还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好，另一位网友是来自 IG 的胡先生，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人来密他，表现得非常的积极，每天聊天、游戏等等活动都是必备的。过了半个月左右吧，我问了他有没有男朋友，他就很直接说有，也说当初密我只是他太无聊了，想找个人陪。到隔天开始，他也不像原本的那么主动来找我。哦，他原本是会去找他哦，就是会主动跟他聊游戏啊，聊什么的，什么都会找他。哦，他的找他是指聊天的找他。最后我去问他说有必要直接不理人的时候，他就说不知道用什么身份跟我相处。
题外话，他是同校的学长，我常常看着同校的校长，而且她跟她男友在一起长达1年多。其实我觉得一切的开端就在于不应该问她有没有男朋友，因为有些人她就是跟她男朋友的相处觉得有点乏味了，对，然后她就想说找一点需要一点暧昧的感觉。然后如果你都不知道她有男朋友，她就可以很侃侃而聊。可是继续对，可是当你知道她有男朋友了，她就觉得说啊，所以你知道我有男朋友了，你是不是会对我有一些芥蒂了？就是我已经告诉你我有男朋友，那我再继续跟你聊天，我是不是就变成我自己有罪恶感？然后这样问，就是可能就是当事人想要走下去，是不是喜欢对，所以他也有感受到，如果就像你问我了，代表我知道你一定有想要，对他反而喜欢这种暧昧，代表说继续跟你像这样子朋友这样相处，他就可以继续完全没有对不起他的男友。我觉得就直接讲清楚就好了，就说那如果你有男朋友，那我也不打扰你们感情，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子。对 ，OK 的，就是要讲好说我们2个人界限到哪，聊到这，讲清楚就好了。真的约出去抠到手心就不行，男妹可以抠手心，那为什么不行？不能抠屁眼，可以抠屁眼，那不能抠手心啊？那可以，可以抠屁眼，不能抠手心。我的三观对吗？没有，可以打炮，但不能谈感情啊。哦，我们不是。等一下，都保守的人生气。好啦，没有了，没有，好，剪掉。没有，不剪掉。我们要尊重每个人不同的价值观。我支持性开放。对，请大家约他打炮，然后不用负责哦。下一位网友，他是一个蛮可爱的故事。我想说，下一位网友他是个蛮可爱的人。我想说，请问你有看到他的长相吗？这一位网友是来自高雄，曾经跟某一任在一起。那天他说要去台东找朋友，那时候很天真，就说路上小心。于是男友就去玩了3天2夜。曾经跟对不起，我复制一次贴上。等我一下。3天2夜，结果某一天，他那个朋友来找他，就是当时找那一个人，就台中的那个朋友，简称台中朋友好了。当事人就跟台中的朋友变成超好的姐妹，他就来找我住他家，住当事人家3天，又是3天2夜。他们好爱住3天2夜。对呀，这一住一定要3天2夜。这是一首歌吗？所以3天2夜。3天2夜。停！不要飞出去。我也爱他。某天晚上，台中男说：“你知道你男友那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有发生事情吗？”当事人就一脸茫然说：“我完全不知道。”台中男就说：“就那天他来找我，就你男友。”然后我们就不小心点，然后当事人就说：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别再说了。”台中男就说：“我很抱歉，我以为他跟你有说。”当事者就说：“没事，我很好，你先睡吧。”然后后来当事人就跟她男友说：“你有没有要跟我说什么要坦白的？”男友就说：“对不起，不是说有去找朋友吗？找到床上很厉害。”男友就说：“我真的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然后就封锁了。结果到现在，那个台中男跟她还是超要好的姐妹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个人看到另外一层呢。其实那个台中男他就是故意的，对呀，好破。那个台中男就是小三，然后他为了要抢正宫的位置，他就故意这样说，搞起来。他有没有跟你讲啊？没有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这种事情这不应该发生。我以为你们是开放式耶，我不知道。然后最后抢成功了，也不想要，而且最后抢成功还不想，我觉得这是故意的，还不想撕破脸，不然干嘛要讲？讲的意义在哪里？为什么故意要提这件事？你知道这个姐妹很强，她最后抢到了正宫，还没有跟正宫撕破脸，抢到正宫的男友还是好朋友，对，还可以跟他变好朋友，很强。她这个安内攘外，哎，这个很厉害，哎，我想认识这个台中朋友，你介绍给我。哎，如果长得帅，我也是 OK 啊。刚刚我们结束了3个很长故事，我们现在一翻2瞪眼，直接来看看短短的网友的回复吧。遇到渣男双性恋，在恋情内因为没感觉跑去喜欢别的女生就算了，分手后还想让我帮他打手枪，那就看你自己心态。那所以这怎么了吗？对啊，你喜欢就给他打，那就是看你自己心态。你如果可以接受，你还是喜欢他，你觉得说我就算得不到他的心，得到他的鸡也 OK， 那你就继续跟他讲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没有，我也觉得没什么，这没什么啊，你自己过得去就好，有什么好难问的？自己喜欢你还想摸就去摸。对啊，或者是对啊，算了。有时候没感觉真的是没办法，主动告白，结果到手后说不合就分手，不合就真的要分手，不然要跟你在那边僵持不下。那就是你们可能太快了。对呀，太快了。对呀，不要闪电在一起了。要停看听，我们交往要停。我们暧昧都要2-3年起跳的。哇，太久哦！然后一公布，他说恭喜在一起，然后说我们已经在一起3年了，3年之前不能讲，对，都不能讲。人家是3个月，你是3年，那有点好难追哦。每次见面都说要跟我走一辈子，结果他妈的昨天说价值观差太大要分手。他为了要跟你在一起，一定会想尽他的一切
些办法讲一些甜言蜜语，对啊，甜言蜜语要看清楚，自以为中心，觉得自己都没有错，没有问题，永远都是别人的错，真的。这个不一定在恋爱里面，对，不管怎样，公司啊、朋友啊，一堆这种不负责任的人真的不行，然后都觉得别人是错的，都不好检讨自己，有点太宽广了，对，太宽广了。不承认有交往，但给我恋爱感，还把对话记录其他人看，就只是那个人不好的点就是他会一直把对话记录给人家看，不太道德。不承认交往，但给他恋爱感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，喜欢暧昧啦。对啊，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跟每一个女生暧昧。对啊，我现在的心情想找 Juicy， 我现在的心情又想找 Sandra。对，就每一个女生都是排解她某一个情绪的，每个人都有功能性。天哪，我讲的好难听，我刚刚讲用句是不是？功能性比较好听。好，对不起，用句。我没有物化女生。这是2号飞机杯，是3号飞机杯，黄色跟粉色的每个感觉都不一样。粉色的吗？你说皇上喜欢我穿粉色的？吹给我打烂他的嘴。皇上不是喜欢看我穿粉色？我跟你讲，3个又长高了。停，看镜头。有男友不提前说，每天都很暧昧，等到晕船才说有男友，然后从此消失。他女性就喜欢暧昧的那种，有来有去，都是一样的问题，像企鹅爱钓鱼一样啊。我爱钓鱼。企鹅很会钓鱼，企鹅超爱钓鱼。因为你的朋友比较符合我的菜，所以我想去追你朋友，可以吗？这也不是渣男，他都就讲很清楚啦，讲出来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很好啊，就讲清楚啊。我跟你讲，听到这句话呢，第一个反应不是觉得他渣，第一个反应是你到底哪里不好？你如果真的不好，就改进，改进到人家看到你就想要追你，不是想追你朋友。是啊，你把自己弄好之后，人家就追你了，人家干嘛要每次都透过你？他都说你朋友是我的菜了。对啊，代表说他就只看外形。对啊，那你看你朋友长什么样子，你就整成那样子。对啊，开玩笑。送早餐去他家，才知道原来他一整晚都没有回家。后来各种理由搪塞，然而我依然没有勇气离开。他是不是在唱歌啊？对啊，好像是阿令的歌哦。我依然没有勇气离开。这种就算了啦。我觉得当事人也很可怕啊，突然送早餐去，就感觉有点像是控制的感觉。如果突然送东西，就是非奸即盗啊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突然送东西一定是有什么阴谋在里面，不可能没事突然送早餐啊。就很可怕。这种就是，我在你家楼下买东西给你吃。好了，今天以上的爱情诊疗室好像都差不多大家的故事。录到最后才发现，我们3个人配色很不对。你超对啊，为什么那么？我们2个完全是同一个配色。你又没跟我说要穿黑色。我们就没有说好啊，他就穿 Discovery。你是什么粉色？你这是大奶粉，皇上喜欢的粉色。3个又长高了，你就是3个又长高，太夸，你就是齐飞本人对呀，智商下线。好了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按不喜欢。对啊。好，小里面就把喜欢的方式给你们看，然后记得，如果你们有什么爱情疑问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然后下次我们就可以抽几个留言，让多拉女神或是 James 来回答你们，我们用上帝视角来回答。对，我是女神视角。这边记得左上角有那个 James 跟多拉的 IG，拜拜，拜拜。